煤业总公司肯定知道内情。哎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你不住你表姐家吗？我不能住宾馆吗？小杨，我这个人呢，说话直，请允许我提醒你。我觉得出于我们目前情况的考虑，关于我们调查的一些细节，尤其是消息的来源，不宜跟你表姐说。你把我表姐当成什么人？老池，你又把我当成什么人？有些进步，还需努力。咱一听，爷爷还是那8字评语。还有什么新鲜的呀？爷爷给你这个评语啊，就是最实事求是的了。你想，这么长时间了，当然有些进步了。什么啊？出差以后，奶奶装修房子，我就没摸清。你知道我弹的是什么吗？哦，哼，你还真当爷爷是乐盲啊？你弹的这个是肖邦的圆舞曲，对不对？不错。爷爷呀，用一个手指头就这么叮叮咚咚一弹，就能够表现出这个乐曲的基本内容，你信不信？我才不信呢！不信？好，那爷爷给你露一手，起来。哎，来了来，快吃饺子了，要不就坨了啊！快去洗手啊！那我先吃饭啊。爷爷，待会儿再吃饭嘛，给我弹呐。先吃饭，啊。在这屋里啊，咱们得先听他的啊。爷爷。哎呀，来，走，洗手。喝点水吧，还行。你那儿还行，就是觉得越来越憋得慌。我这儿感觉还有一点风，不行，要是没这点风，咱们早就完了，得把媳妇儿急死了。7个月的身份，把轮，把它闭上吧，省点电。媳妇，来，喝点粥吧。我吃不下。这几天你什么都没有吃啊？娘，我咋就觉得咱像活着呢？你就别再胡思乱想了。
项武要是活着，你不愿意这样啊？来，吃了东西吧。不为别的，为这孩子，你也得。娘，我就是认不下这个命。高总，这你也该找一个了吧？别老当大龄青年啊！少整没用的，都是你闯的祸。我这当时不是为了给你省点钱吗？省你个头啊！你看这次损失多少？啊？这事故打得也太没边了，再加上来一个远人不吃的记者，你说该怎么收场？实在不行把他灭了。给你，去，你跟池立强去同归于尽。你死了以后，第一，我给你立碑，每逢忌日呢，我给你烧香磕头。第二，你未了的事情，包在我身上。你瞅什么？你去啊！张罗。高总，你把这玩意儿放家里边干嘛？待会儿我拿走。高总，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，那些该出来扛事儿的，应该都让他们到前台来呀。你说什么？该谁到前台来？该谁出来去扛事儿？别七想八想了。我呢，就光棍一个，戳在你们身后。自己的梦，自己圆吧。在这儿。这个是，喂，邢总。没电。喂，邢总，对，明丽，手机刚才没电了。邢总，我觉着我现在跟老池合作的比较吃力，弄不好高总赞助那150万元的赞助款呀，还要吹呢。要是老池真的嗅到点什么，你还是多听他的，他这个人很讲原则的。我现在听到了一些关于老池的群众反应，这事我知道，当时举报信寄到社里的时候，哎，明丽啊，咱们先不说这事儿了吧？啊，你去把老池叫到你房间里来，听我的电话。哎，明丽，哎，邢总编电话。
真有这事儿？确定吗？现在的关键是没有任何证据，死亡的人数和时间也都不太清楚。啊，我会全力以赴，先争取搞得确实一点。不过，您看是不是先让杨明丽回去啊？换个男的来。喂，邢总，我不同意，西平是我的点儿。那好，就这样啊。一旦有了确切的消息，就马上告诉我，我来组织你们啊。现在安全事故问题啊，已经提到了一个政治高度，它代表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，我们不可以不重视。对了，我会尽快和高总联系上他，让他一定保证配合你们的工作，保障你们的安全。哎，我说小杨，你为什么不回去呢？有你在这儿，我反而放不开手脚。我是学龄前儿童吗？你看，你误解我意思了。哎，小杨，真要是像我们听的、猜测的那样，他们要是急了，那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。我不会回去，就是在省城听到这个事儿，我也会赶过来。宗义，雷飞清这个司机小卢不能撒手。明白了，对林飞清的司机小卢必须拿下。把他拿下以后，那么我们就有柳岸花明又一村的转机了。现在这个德全和国振正在圈着那个小司机呢，在春英姐那儿在泡妞呢。他要是不上道，除非他有病，别拿别人都当你。哎，宗义，这个事儿你盯着点。我明白。走，跟我去九重天。喂。哪儿去了？手机也不开着。一直都在开会。对，要 WTO 了，手机也不让开。哎呦，今天真是累死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要是真是出了这么大事故，他们敢不向我汇报？那3个矿工啊，当着我面这么跟我说的，还有那个饭馆那女老板也这么说。你不要老跟着那个姓池的到处乱跑，啊！到了地方上，要尊重地方组织嘛，不要道听途说就搞那个，地下侦查。你不是管经贸的吗？虽然是副手，他跟你也有关系啊。哎呀，我觉得你应该立刻查一查。嗨，我给矿上去个电话，什么都知道了。这件事情交给我不就行了吗？要不你过来一趟，或者我们过去。哎呀，现在不行。我今天特别累。还头疼。对，那后脑勺那血管跳得蹦蹦的。我想先睡会儿。知道。哦，那好，就这样好吗？好。
女人了吗？爷爷，你看咱们把家装修一下，你觉得舒服吗？芳芳，你觉得好吗？当然好啦。怎么个好法？不知道，反正比原来高档一些。要是有一天，有人说这不是你们的房子，老曲，你跟孩子扯这些干什么？这本来就是咱家的房子嘛，不信咱有户口本儿。哎，净扯些没边的事儿，不看电视，就回去做作业去。哎呀，高总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他们在里面等你。哎，小卢。哎，这么多人？小卢来了啊！啊，来，小波，来坐，进来坐，来啊，坐下。小卢来了，哎，来，坐。我们高总啊，哎，想见见你。哎，这么客气，哎，高总，坐，好。小卢，哎，你是从省城跟林书记一起下来的吧？对。跟林书记几年了？5年了。这么说，林书记一眨眼睛，心里想的什么，你一下就能猜个8、9不离10了。熟是挺熟的。你呢，别拘着，我今天喝得高兴，想呢跟你聊聊林书记。陈书记，西平市委书记林飞卿到了。啊，请他进来吧。好。陈书记，来，坐啊。小林啊，这半年来还适应吗？西平这地方水深了，我很谨慎。他们没把你拉下水吧？有您看着，我怎么敢下水啊？哎，不信你去问问，在西平市委，我的办公室可是最小的。哎呀，不过一下去就体会到了。我看，作为一个富裕的县级市的市委书记，真比你这个省委书记含金量不低呀。在旧社会，你这可是个肥缺啊！送礼的不少，行贿的也不少，我一概不少。这是一个大官呢。西平煤业总公司是我市最大的企业，纳税占市财政收入的1/3还多。我担心，要出事就出在那里啊。你呀，小郭，你傻吧你？我真没干过，但是我也不干这个事儿。什么他妈的没干过？没干过的事儿多了。王小姐，陶少娜，你原来干过吗？这不干得挺欢的吗？林书记对我也挺好。你不就是个开车的吗？他对你好怎么了？他能给你20万、30万？高总不是答应你了吗？首付20万，事情成了再给你30万，这辈子你就拿下来了，还想多少？小卢，你先看看这个，看看是不是你的名字。拿着呀。拿着，小卢。拿着。
打开看看。我要是干成吗？现在还想不干。燕儿小姐的录像带，只要我给林书记一寄去，当场趴下。况且，我们也不打算害林书记，也没必要害你啊。只不过，林书记那个人啊，太身份了，我们想跟他交个朋友，都交不上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大宇啊，我明白你让我干什么。怀里，你没以前那股劲儿了。石头老让泥石流冲啊滚的，早一天晚一天它也得圆了。你不知道七匹谁一手遮天吗？你让我帮你妹夫。这不完了？他有什么事儿啊？也瞒不住你这个司机，对不对？坐，坐。实话跟你说，林书记那个人，在我们眼里是油盐不进，挺不上路的。不过啊，一个人不可能一点软都没有。所以，今天你在这儿，必须给我们说出来。林飞清以前都干过什么？有什么能让我们掐住他的地方？他没干过什么坏事儿，他那个人特别廉洁，不可能一点缝儿都没有。可他实在没什么软啊，连个情人都没有。他工作特别忙，绝对没有。真他妈邪门了，还真有一尘不染的人。那好吧，你既然什么都不敢说，那咱们也就别客气了。等林书记一回来，我们就把那个东西转交给他。别，我真不是不想说，他实在没什么可说的。要不这样，你再给我提个醒。他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？好好想想吧。我哪儿说哪儿哦。对了，还有一次看演出，我们那个看完演出吃饭，的时候他跟那女演员可聊得挺近乎。过后有一次在车上，他接了一个电话，我听那话头好像是那个女演员打过来的。那个女演员叫什么？唱歌的。她不太出名的，叫冯丽什么？冯丽萍。你这人太自私了，你从来不替别人着想。帅！我就帅，我还真摔了我。你天天在单位跟领导吵，你回家不照顾孩子，你外头喝你在家里喝，
你看你还像个父亲样子，像个丈夫的样子吗？让你喝，让你喝，让你喝，你喝啊！味儿真不错。哎，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都说啊，说啊！说可以给我。妈妈，你们不要打了。再闹，再闹我揍你！你以为我不敢？好啊，你揍啊！你还要打我是不是？你打呀你！关键是这个冯丽萍，咱们有什么办法跟他搭上呢？我这个人历来摇钱算卦都是遇难逢贵人。冯丽萍，冯丽萍不就是那歌星吗？我告诉你，她在第一次办演唱会的时候，她丈夫在咱们公司还拿走过赞助费呢。我反复的跟你们讲，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其他任何事情，首先要做人。你只有让人家在你这里赚到钱，你才能指望有朝一日人家来回报你，来感激你。喂，喂，好，就这样，也就这样，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。好。冯丽萍的丈夫呢，我负责去联系，其他的事情你们来运作。就这一把钥匙，那女的屋里的钥匙，头不让给，那可是高总绑架的妹子，窗子我已经敲坏了，关不上。去吧。老实点，别的老子废了你！想当太监，你说话。这还差不多，识相点啊！我去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我来！我来人！
又怎么了？哎，我听下面人说，这屋里以前吊死过人是吧？是，我早就听说这屋里经常闹鬼。回去吧，啊，走吧走吧。你快来吧，我受不了了。现在没事了吧？啊，你也别害怕啊。那老池不是还在那儿吗？明天早上我一定过去，好吧？现在啊，现在不行，我正在写材料呢。啊，对，这材料明天常委会上一定要通过。好。别哭了啊！静一静，静一静。行了行了。就这么2天，遇到多少事儿啊？你是说他们要赶我们走？今天晚上的事儿说明，那天在街上，几个流氓找茬跟我打架，不是偶然的，这里是有预谋的。这就说明我们的调查戳到了某些人的痛处。你索性走吧，就坐明天上午的车，啊。是不是你以前得罪过什么人呀？那会株连到你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明丽可是我妹，她从小没爸没妈，是我一手带大的。哎，他们没把明丽怎么着？哎，你妹妹到头来不会是吃红肉拉白屎吧？不会是吃里扒外的白眼狼吧？哎，你说什么呢你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我跟你讲，于谦，不是我爱唠叨。你说你那办公室，哎呀，也太寒酸了吧！装修一下也花不了几个钱呢。哎，你看看咱们西平啊，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啊，就比你那办公室强，你不觉得掉价呀？哎呀，这懂什么你？干什么？真人不露富，你懂吗？就你整天唠唠叨叨，像个老太婆一样。你才多大年纪？今天晚上可怎么办呀？要是能睡呢，你就睡会儿，我就坐在这儿，灯开着，门儿开着。你也得睡呀。嗨，我没事儿。我这人呢，下过乡，还当过兵，有点底儿。我呀，就在这儿。一会儿呢，窗户还能打个盹儿。只要你别以为我不怀好意就行了。嘿，来吧，他们还会给你面子吗？怎样？你还真给帮我办个事儿，帮我查查这几个电话号码，看看这都是谁的电话。电话号码是于静出事前打的。我怎么查呀？找你男朋友帮忙嘛。你又在琢磨什么呀？琢磨点事儿。啊，于静也给我打过电话。
哪天打的？就是于静出事的那天晚上。他打给你的？他有我的手机号，但是很少打给我。那天晚上打给我的时候，我吃了片药。睡得太死了。魏全，我想跟你说说，我和你。你和我之间还需要再谈什么吗？哎，你怎么了？有话你就直说。你知道我最见不得别人在我面前掉眼泪。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到什么时候才算一战？这么多年，我又算是个什么？算是什么？今天你必须得跟我说清楚。魏全，我已经感觉到，你最近好像是摊上了什么事儿。我从你的一举一动、用眼神都看出来。这件事还不算是小事。哎，你别胡猜了，胡思乱想，哪有什么事儿？魏全，魏全，不是我非要逼你，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，过去你在井下采煤，我带着明丽在街边卖冰棍、卖茶鸡蛋，那个时候的日子是苦了些。可那时候日子过得踏实，他不提心吊胆。我们现在挺好，提什么心吊什么胆？我看是你是有钱烧包烧的，真没劲。你说，我一想跟你亲近亲近吧，你就来这一套，弄得人一点情绪都没有。算了，我走了。魏全，魏全，我不管你出了什么事，你都要给我一个说法，给我一个交代。哪怕有一天我跟你去做高家的鬼，你也得让我做个明白呀。